咱们今天正式开始第一个模块的学习。这个模块由5大基础公式组成。今天咱们就说说医学的第一大基础公式。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人类为什么需要医学？没有医学行不行？听起来这个问题问的没有意义。所有人都知道，医学大大的延长了人类寿命。现代医学诞生之初，那个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是30岁。今天寿命最长的日本，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84.2岁。另外呢，很多以前要命的病，今天能治了。医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艾滋病和很多类型的癌症，目前都已经有了相对理想的药物，不会因为这个病马上就死人了。还有就是，医学破解了大部分的生殖秘密，它用各种辅助生殖技术，让以前不孕不育的人有了生育的可能，让他们的基因得以延续。但是我的答案是，没有医学，人类照样生存。为什么呢？只要一个物种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那么它就可以延续下去。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是对抗所有已知或者未知灾难的终极武器。只要生态还在，人类就还在，除非是发生地球级别的灾难。这些和有没有医学根本就没有关系。医学保证不了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和生存。那医学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进化淘汰弱者，医学阻碍进化。医学能做的就是别让进化淘汰你。用医生的话说，就是生命第一，这是医学存在的终极理由。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人必活着，爱才有所复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爱的情感是依附在活人身上的，人死了就没有爱了。也就是先活下来，然后才有其他可能。生命第一，它的第一个层面就是2个字，活着。医学院教学生的理论就是先让病人活着。医院所有的规章制度、常规流程、指南是为了保证活着的安全。在极端情况下，医生甚至会打破常规，用看似不理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活着。我经历过这样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发生在10年前。45岁中年男性，急性胆囊炎，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术后却出了问题，病人持续昏迷。按说正常人停了麻药，快的几分钟就能醒，但是这个病人躺在 ICU 2周，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给他做了所有相关检查，就是找不到昏迷的原因。这个时候，病人的各项指标开始恶化，而且已经开始出现肺炎，病情越来越严重。这么下去，生存的概率越来越低了。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说起这个病例，郁闷呐。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同学就说：“别想了，赶紧喝，喝完你的病人就醒了。”听了这句话，我拔腿就往医院跑。到了医院，我就问病人的妻子，他平时喝不喝酒？他妻子说喝。那每天喝多少呢？1斤。很显然病人酗酒这个细节在之前被我忽视了。我就想，病人昏迷会不会是一种酒精戒断症状呢？酗酒的人突然断了酒，严重的就有可能昏迷。我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为了救命，能不能试着给病人胃管里打点酒呢？别的医生就说你疯了，酒不是药，这不符合常规要是你打了酒，病人还不醒，会给自己惹麻烦，同行也会笑话你。但是我坚信自己的判断，当时的老主任也非常支持，他说为了救命可以试，有问题我担着。结果打了酒，当天这个病人就醒了。这个病例是想告诉你，医学所有的常规都必须优先保障活着。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活着，常规可以打破，但是打破常规也未必一定保证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医学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不确定。每个病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治疗的反应也因人而异，结果也不同。尤其是疑难病例，有时候你做了，可能结果也未必好，但是你不做，那病人就一点希望都没了。为了保证病人活着，医生必须在各种不确定面前突破各种障碍，有时候甚至是禁区。在几十年前心脏外科就面临着一个难题，这就是没办法把心脏里的血引出来，这样就不可能打开心脏做手术，心脏就是生命禁区。所以在当时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很多孩子就只能等死。到了1954年，有个美国医生说了，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这个医生叫里拉海，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的心脏外科医生。他设计了一种大胆的手术方案。有多大胆呢？给孩子做手术的时候，让他的父亲躺在边上，把孩子的血管和父亲的血管连在一起，这样孩子心脏里的血就能够引出来，流到父亲体内，用父亲的肺给血液加上氧，再打回到孩子的身体里。这样医生就可以做手术了，孩子也就有了生的可能。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么做手术的风险也就从1条命增加到了2条命？你不做，没人说你啥。但是一旦失败，父子俩人的命都没了，而且李拉海医生的职业生涯也会到此结束。如果你是医生，你做还是不做呢？当然要做嘛，生命第一，先救命。这个原则指导医生必须要突破各种不确定，让病人活着。后来这台手术成功了，父子2人都安全地度过了手术。虽然手术之后孩子还是死于肺炎，但是这种手术成了当时唯一能够救命的方式。随后1年，李拉海继续用这种方法给40多个年龄不满2岁的婴儿做了心脏修补手术，共有32名成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2个字：活着。除了活着，生命第一，还必须保证让每个活着的人能有尊严的活着。很多病会让人失去尊严，比如先天性聋哑这类病人，听不到声音，也就永远学不会说话。尽管社会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但这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再比如癌症晚期的病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疼痛。疼痛的折磨比死都可怕，有的病人痛不欲生，甚至抑郁自杀。这个时候再多的安慰都不能让病人挽回尊严。再比如因为意外失去肢体的病人，很多可能就要爬着移动身体。他虽然活着，但是尊严在哪里呢？还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在没有药的年代只能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狂躁的病人只能被捆起来，严重的病例也只能打开大脑，用手术刀破坏脑组织，从此变成一具行尸走肉。那你说他的尊严又在哪里？生命第一，不仅要保证人活着，同样必须为人找回尊严。人工耳蜗可以把声音转成电信号，然后再把这种电极和病人的听神经连在一起，这样先天性聋哑的孩子就可以听到声音了。人工耳蜗之所以神奇，就是它的信号传到大脑之后产生的声音和咱们正常人听到的是一模一样，这样孩子就能学会说话，而且他的语言也和咱们正常人一模一样。人工耳蜗让这些先天性聋哑的孩子有了尊严。晚期癌痛，医生们就用药物或者手术让病人不那么疼。不疼这个事儿可不是咱们没病的人想的那么简单。让病人在不疼中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比多活几天更重要。肢体残缺的病人可以安装假肢，重新恢复功能。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很多病人不仅完全控制了症状，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回归社会，回归家庭。生命第一，让肢体残缺的病人重新恢复功能，让遭受痛苦的人活得有尊严，这就是他的第2个层面。那是不是能活着还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就够了呢？不是，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生命都在追求自己独特的意义。为了生命更有质量，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并没有选择医生认为的最有利的方案。生命第一的第3个层面就是支持你实现生命的意义。比如如果不截肢，病人可能就会丢掉生命，但是有些病人他坚决保腿，他认为有腿比活着更有意义，怎么办？再比如一个乳腺癌的女生坚持要怀孕，怀孕就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病情，缩短她的生命，但是在她看来，能有个后代就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那么医生要不要帮她实现自己的愿望呢？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岗位上的科研人员患了癌症，但是他不能做手术，因为做手术会耽误重要的工作，工作就是他活着的意义，所以他坚持几个月以后再说。那医生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我也请你想一想。生命第一，必须要支持生命的意义。如果反复告知病人保腿有可能会丧失生命，病人依然要保腿，那医生必须在这个条件下想尽一切办法，比如立刻开始血液净化，过滤血里面的毒素，切开大腿，反复清除它的坏死组织，严密观察，随时和病人交换意见，直到最后一刻。对想要怀孕生孩子的乳腺癌病人，医生应该尽量用对孩子干扰最小的医疗措施去控制他的乳腺癌，一旦时机到来，立刻开展下一步治疗。对于不愿意放弃工作而拖延手术的病人，医生要想办法制定先化疗或者放疗的方案，尽全部可能延缓他的癌症进展，一旦工作结束，立刻手术。给所有的生命以希望，或许这个生命是残缺的，
或许这个过程是打破常规的，或许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咱们可别忘了，生命第一永远是医学存在的终极理由。总结一下，第一，医学保障不了人类物种的延续；第二，医学存在的终极理由是生命第一；第三，生命第一包括3个层面的含义：活着、尊严、意义。最后，我想请你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类没有医学，可以不可以？下节课我们将进入医学的第2大基础共识。有了医学似乎攻克一个一个的病就成了时间问题。那么人类能不能彻底的消灭疾病呢？